开放世界一词现在都成了陷阱，没想到竟然还有高手。如果是别的游戏公司放出这样的 PV， 一定会被玩家质疑是不是时机。但只有幻塔，不仅不会被质疑，玩家还会直呼 PV 不如时机，这就是幻塔带给玩家的自信。幻塔3卸载。幻塔4启动 ，PV 里给我们展示的是48年前的亚夏大陆。众所周知，公测版本的亚夏是被大灾变毁掉后的样貌，所以才是末日废土。但在没毁坏之前，这里可是繁荣的星际殖民都市。虽然 4.0 是过去的亚夏，但地图也是有所区别的。大灾变发生的时候，时空风暴肆虐，不仅摧毁了文明，还让地形发生了改变。这一张是公测时的亚夏地图，这是小峰根据相对位置比对的 4.0 地图，可以发现星岛的面积变大了许多。班吉斯港口也更加靠近内陆，极光工业的旧址就是现在的明屿岛，难怪掠夺者的技术实力不弱，看来擅长当摸金校尉。接下来小峰就根据这幅地图来逐帧分析 PV 的内容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必须先吐槽一句：幻塔，你骗得我好惨！好了，正题开始，前面是主角的身世。关于这一内容，小峰在上期视频已经解读过了，就不赘述了，直接快进到主角进入隔网世界。主角进入隔网世界的时间是在极光工业盗窃案之后，洛斯林已经被降职为警员，在大马路上执勤，而星期三盗窃团伙依旧逍遥法外，帮助抓捕盗贼也可能会是主线的内容之一。另外，这起盗窃案并不简单，小峰之后也会出视频解读一下的。从周边景色来看，主角登陆隔网的位置是在星岛避难所。小峰去实地考察了一下，周围景象都对得上号，其中幻塔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标，无论地形发生了何种改变，幻塔的位置是不会变的。注意主角背后的建筑，上面写着星岛酒店，这里也是盗窃案提到的星岛大厦，算是地标型建筑。星岛在大灾变之前是有名的富人度假区，所以也可以称为星岛假日酒店。在爆料图中有这样一张图，广告牌上写的是亚夏州的欢迎语，远处的建筑就是星岛大厦，而左边的则是极光工业。画面一转后来到了极光工业，这张俯瞰图很好的展示了建筑的相对位置。我们先来做一下标记，左边这个形状像草，于是先命名为3叶草大厦。中间的楼上有一个大屏幕，早右下角有个停机坪，还有中间的2座天桥，要注意上面的是 Y 字形。记住这些建筑有助于在 PV 中掌握位置的变化。随着镜头转场，我们又重新回到了星岛大厦这边，可以参考盗窃案的地图。这个观察角度只能出现在星岛，远处顶部围着圆环的就是极光大厦，要注意环形在离楼的最远处有个豁口，这个豁口对着的刚好是下面的街道，暂且命名为极光街道吧。画面右下角写着 Holiday， 也是实锤了星岛就是度假胜地。镜头一转，主角登场，穿过隧道可以看到远处的极光大厦，豁口刚好对着我们，路两侧还有着未来的街灯。希望隔网世界会有白天夜晚2种形态吧。维拉的镜兜虽然惊艳，但没有白天一直是个遗憾，希望隔网能弥补这个遗憾。随着镜头拉近，注意右下角出现的大屏幕，左边就是3叶草大厦，右下角还出现了停机坪。随着镜头的拉远，2座天桥也出现在眼前，左下角还露出了路的一角，所以根据地图就能发现我们是在这片区域。这里还要注意一下3叶草大厦入口的斜坡，它是分为左右2个方向的，这个后面也会考。画面一转来到了一个广场，右边有着诺恩联邦的标志，也就是旧联邦，但不知道是不是办事处。这里的参照物太少，所以不好确认位置。不过画面中的2个线索很重要，一个是紫发男人在盯着主角看，他后面还会出现；另一个是上面的桥上过去的车。从长度来看，这会不会就是未来的磁悬浮轻轨？京都坐地铁，隔网坐轻轨，这很合理吧？下一幕中主角远眺，注意远处的福岛和极光大厦的位置，可以发现主角的位置又回到了星岛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直呼幻塔骗我，看似是按着顺序走的，实则不然。甚至 PV 中相连的镜头展示的却是2个截然不同的地方，这也是本期视频姗姗来迟的原因。不过想防我肯定是防不住的，每一个镜头的出处还是被我扒出来了。这里展示的实际上是主角刚登陆隔网的时候，可见 PV 的顺序已经被打乱了。下一幕到了街道上，很多人都认为这里是极光街道吧，但很遗憾并不是。注意观察极光街道的地图，在建筑的楼梯下面都有一个门框，这个是广告牌，上面写着欢迎语。我们再看看主角路过的地方，并没有这个广告牌，所以这里并不是极光街道。不过这里依旧有4个线索需要注意。第一个是远处的建筑，上面的门头有一串英文，翻译过来是纸鹤物流，虽然不知道在哪里，但可能会跟主线有关。第2条线索是路上的出租车，隔网世界中很可能会有打车系统，方便大家的地图移动。第3条线索是出现的机器人，这种机器人在幻塔中是第一次出现，在极光盗窃案中，星岛大厦也预定了这种机器人。第4个线索是路人女孩脚上的装置，看起来可以赶路，会是新的元气吗？随着镜头的切换，这次就是真的极光街道了。米娅是第4代质谱，所以这里的米娅并不是我们认识的，而是过去亚夏的量产型。小姐姐的着装看起来很清凉，所以什么时候给主角穿一下。远处的大楼就是3叶草大厦了，还可以看到路上面的天桥，此时的位置大概是在这里。下一个镜头来到了十字路口，刚被降职的洛斯林正在处理公务，可以看到远处有着螺旋桥，但需要注意，新地图是有2处螺旋桥的，
这里要注意2条路的上方，一个只有红绿灯，一个上面的广告牌分为了2块。镜头在转，依旧是个十字路口，但当你观察路的上方，就会发现这里已经换了地方，远处的广告牌变为了一体的。这次 PV 真的是煞费苦心，看似是同一处地方，实际上一直都是混剪拼接，也是因此 S 才没能见到洛斯林，因为地方都不同。注意看远方的这个斜坡，没错，这里就是三叶草大厦了。怪盗少女 S 撞完我们后，荡着绳子离开了，不知道是角色的机制还是新的元气呢。主角的位置便是在这里，转头注意到了远处的车，这个镜头也很坑人，看似镜头是向前切的，实则不是。主角看的车旁边是有门框建筑的，三刀男的后面却没有，所以这是2个场景。三刀男在的位置是在极光大厦的下面，极光工业刚发生盗窃事件，他能够出面应对记者，说明他的地位并不低，很可能会是集团少公子。华为妹在车上催他快一点，他也很快上车。注意下一个镜头，没错，又换场地了。随着车开出去，我们也看到了螺旋桥的运作，这应该也是用了8号舱的反重力技术，不过只是当做高速来使用，大家可以类比于城市的高架桥。随着车开到了最高处，镜头再次切换，没错，又换地方了。注意看左下角的亚夏州欢迎女，这里已经不是三叶草大厦的斜坡了，随着车的移动还能看到远处的幻塔，所以这里的位置又回到了新岛。螺旋桥有2座，这也是官方为啥能玩这么花的原因。旁边的楼上有个美女倚在摩托车上，她就是星期三盗窃团伙的2只脚，手上还拿着一串项链在端详，并且随后望向幻塔。这串项链会是什么关键物品吗？比如说钥匙之类的。过去的幻塔显然更具有科幻的感觉，马力全开的幻塔似乎连塔身都被能量化了。镜头一转来到了休德尔电子，根据地图的位置来看，这片区域并不在之前曝光的地图中。大屏幕上正播放着 ANTV 的画面，上面有着3条消息。第一条是维拉幻塔进入27式运行，维拉的幻塔是最后建造的，所以完工晚，投入使用也晚，这也让大灾变后的维拉是辐射最小的。第2条消息是休德尔电子市值接近极光工业，极光工业是亚夏州的龙头企业，但因为保守错过了元能这股浪潮。休德尔电子则是因为元能科技崛起的新秀，两者是竞争的关系。极光大厦盗窃案的背后很可能就是2家公司的商战。第3条消息是采访画面，众人正在抵制抗议，不过他们的诉求是有所不同的。随着画面拉近，来到了直播现场，这里展示了4块抗议的牌子。第一个是反对垄断元能科技，在元能禁止法案颁布后，只有休德尔电子可以进行新的元能研究，这就等于垄断了元能产业，对别的公司而言是不公平的。这里的举牌更像是商业公司抵制。第2块牌子是元能科技专利限制，这同样是反垄断，不过更侧重于技术上的垄断，比如休德尔电子申请的专利技术，别人就不能使用。第3块牌子是元能科技禁止，还我蔚蓝爱达，这才是为色爱达主义的诉求，也更接近环保组织的抗议。最后是第4块，虽然被手挡住了一部分，不过依旧能看出是停止在维拉修建幻塔。他们举牌子抗议我倒是不意外，但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们举反了？标语不应该是对着被抗议人的吗？他们抗议的对象正是休德尔电子，作为元能行业的佼佼者，这个企业必然会有保护伞存在，不然也吃不下这么大的蛋糕。不过这一点还得看后续幻塔敢不敢说。台阶上的机器人就是小冯之前让大家注意的，从路边也有机器人能看出休德尔的产品已经走进各个领域，但这不一定是好事。如果他生出了歹心，天网终结者了解一下。随着主角的继续移动，这里的区域已经不知道是哪里了，但子发男又一次的出现了，再一次的注意到主角的行动。为什么小峰老提起他？因为葛网是对过去亚夏的复刻，按理说他们应该一直处于循环之中，不应该注意到旁观者的主角，但他却注意到了，还表现得很有兴趣，这会是一个伏笔吗？主角最后走进了一个电话亭，画面显示主角是进入了底层世界，但这里也是有镜头切换的，所以小峰觉得这是2个世界。找电话亭应该是为了联络现实中的人。从 PV 来看，进入葛网的只有主角一人，主角也需要场外援助，电话亭就是一种合适的联系手段。从进入结界的画面来看，背景里是有植物的，并不像是电话亭的内部。进入底层世界后，主角受到了防火墙的热烈欢迎。这种怪物在爆料中已经提到了，主角必须要躲开他们，不然会使授权失效，被踢出葛网世界。既然已经知道怪物是防火墙了，那么最后的独眼 BOSS 也是类似的存在，可能性有2种。第一个是格索托斯，葛网是格索托斯建立的，实际上我们就在格索托斯的内部，而且独眼形象也很符合，他在葛网内很可能是奈美西斯的敌人，率领着防火墙抵御入侵。第2种是列阵子，作为奈美西斯的帮凶之一，他也是超级计算机的意识，出现在这里也不意外，只是这样九域会不会很慌？毕竟九域的运转还需要列阵子，列阵子要真有阴谋，九域就有危险了。镜头在转，终于见到了奈美西斯，他就待在底层的世界，手下还有着类似虫族的怪物。从爆料分析，这些就是病毒了。那么奈美西斯会不会本身就是数据体呢？不然怎么能统帅病毒呢？这里也是主角的最终目的地，是4.0的决战之所。
从4.0的2个 PV 来看，主线应该会分为2部分，一部分是表层世界的盗窃案，并在过程中接触到大灾变的真相；另一部分是进入底层寻找奈美西斯，先战胜防火墙，再打败病毒女王奈美西斯。这期间，2部分剧情应该是会相互交融的，奈美西斯很可能也会影响表层世界的运作。越来越期待新剧情了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关注小峰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